这集我们接着来聊如何培养孩子的好习惯。上一集我们有聊到了孩子吃饭习惯、社交习惯、语言习惯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、运动习惯、卫生习惯等等，希望可帮助你和你的孩子一起从今天开始改变习惯。好的改变永远不嫌晚。大家好，我是花瑞爸，我是一个二宝爸。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小孩，我自己看了许多文章。若你是第一次来这频道，这里是分享给大家养儿育儿经验的地方。若你感兴趣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固定每星期都有影片更新。阅读习惯是一个人一生的财富。现在的人们越来越认同教育应该是一生持续不断的追求，而不是在学校里的10几年有老师灌输给我们的知识，其实在学校时间也只是一时的。所以如何自我养成一种学习的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的，而通过阅读来学习新知识是非常棒的。从小培养孩子阅读习惯，为他建立一生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自我教育的基础就是要有阅读习惯，自发的从各种书籍里来吸收更多自己所需要的。现在的童书市场比以前时代真的多了很多，各种好书层出不穷，亲子阅读的理念也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，得到很多父母的赞同。不少父母已经开始在育儿路上开始前进了，在幼儿期就开始培养阅读的习惯，会比成年后再来培养阅读习惯容易得多，也会在阅读中发现更多的乐趣。当一件事有乐趣的事，那么离习惯就不远了。在这也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，比如说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很多家长都是抱着手机刷刷 FB、IG 等等，把这个习惯用看一本书的方式来替代，也就是在睡觉之前，你和孩子都抱着一本书，比如说你看了一本你比较喜欢的书，在睡觉之前你一定要看上几眼，对孩子都是无形中的一种影响。那么前期你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睡觉之前看看有图的故事书，较简单的让孩子容易接受，看一些孩子喜欢的书籍，也就是说睡前远离手机，从这一点开始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。总之，多数孩子的阅读习惯需要家长刻意培养，若真能培养起来，对孩子学习上的好处在未来都会一一实现。在未来素养导向的学习上，若没有阅读习惯或阅读理解能力不佳的孩子，都可能成为学习上的弱势。所以请家长们提早培养，读书念读就能帮孩子打下良好的阅读基础了。家长们有兴趣就一起试试看吧。卫生习惯是一生健康的基础，要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应该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，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注重各个小细节的卫生要求，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洗脸、自己刷牙。家长在教育孩子学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有耐心，语气要温和，动作也要轻柔。遇到孩子不配合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强求，想一些小办法激起孩子的好感，然后教孩子学会配合，这样更容易帮助孩子去养成好习惯。要想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首先教孩子学会注意对卫生的要求。孩子要从小就学会自己洗手、洗脸和洗脚。刚开始孩子并不会洗得太好，天冷时也不要过于心急，等孩子洗过之后，再耐心地告诉孩子哪边洗得不够干净，然后告诉孩子正确洗的方法。等孩子彻底洗干净了之后，再由家长把关并给予奖励，可以是口头奖励，也可以是小物件的奖励，这些都能激起孩子的学习欲望。当孩子长到3岁以后，就要学会自己刷牙，同时也需要告诉孩子不刷牙的危害，告诉孩子正确的刷牙方式。刷牙必须轻轻刷，不能太大力，否则会伤害牙齿。还需要让孩子知道，每天至少要刷2次牙，早晚各1次。饭后和吃糖之后一定要漱口，保持口腔的卫生。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，最好单独给孩子准备一套洗漱用品，包括专用的脸盆、洗脚盆、毛巾和牙刷等。一些小物件可以试着训练孩子自己洗，
比如小袜子，只要家长足够有耐心，3岁的小孩很轻易就可以学会自己洗袜子了。洗过之后，家长可以把关，看孩子洗的是否干净。运动习惯是一生健康的保证。运动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孩子习惯的养成。生命在于运动。其实运动协调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指标。很多家长说，我们家孩子太好动了，我怎样能够让他安静一点？安静的方式就是释放动能，就是让孩子得到更多身体上的运动来释放他的动能。你也许想不到，有些小学生跑步姿势不够协调，容易摔倒，不会跳绳，看上去聪明，但学习成绩却不如意。其实这些都和孩子运动协调能力是有关系，也和神经功能失调有很大关系。而运动能力和神经功能是息息相关的。当度过了幼儿时期，运动习惯更是帮助一个人强身健体，心情愉悦，拥有积极乐观的好心态。另外，喜欢玩、喜欢运动是每个小孩的天性。如果孩子还小，顺势而为，带他去玩那项运动。培养运动习惯的过程要切记，兴趣比技巧更重要，不要强求一触可及，也不要期待孩子在运动方面多强。你不是要训练运动选手，而是希望培养一个终身有运动习惯、热爱运动的人。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每个孩子。专家提供以下建议，帮助你为不同气质的孩子选择适性的运动。好胜心强、喜爱竞争的小孩，外向、爱表现的小孩，喜欢玩偏重协调与动作发展的团队运动，如篮球、足球、曲棍球等，都需要动到全身，也需要慢跑、快跑、接球和投球。如果孩子喜欢像足球这类运动的团队运动，可以帮他寻找不看重比赛，而更重视技巧发展与团队合作的球队。另也可以考虑游泳、体操或田径。内向害羞的小孩或慢热的小孩比较适合康乐性质、非正式的团体竞赛，能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。孩子有兴趣的运动，记得留意相关比赛。竞赛会让他有期待、有目标的努力。很多运动精神，像坚持、毅力、团队，都是在比赛时才比较容易被激发出来。为孩子找有专业教练的体能班，一来避免运动伤害，二来通常也会有其他小孩一起学，最后会成为彼此的运动伙伴。但是慎选教练很重要，不好的教练可能只注重技巧、高压练习，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学习兴趣。另外，运动30分钟可用累积的方式零存整付，每次10分钟就有效果。比较简单的指标就是运动时说话会喘。简言之，每天只要累计30分钟说话会喘的活动，每周3次就是规律运动。建议另一个更简单的做法，1周7天，每天累计30分钟运动即可。天天做到不难，只要改变生活形态，例如改以步行或骑脚踏车上学即可。以上好习惯就会造就好身体，而有好身体才是一切的关键。这一点越来越得到现代人的认同。幼儿时期的作息习惯一直到小学阶段特别重要。当孩子从小就习惯按时的做每一件事，起床、吃饭、喝奶、上幼稚园、运动、阅读等等，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才能自律，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也才能有规律的进行娱乐和学习，以达到两者的平衡。也就是说，上小学之前多培养孩子各面向。父母陪同和孩子一起成长过程的目的，就是当孩子到了小学阶段，他开始可以自我约束，自己可以达成一种平衡的状态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。说到作息，尤其是在城市，孩子往往习惯晚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睡得比较晚，导致了孩子早上就起得非常的晚，以至于上幼稚园的时候才开始要调整生理时钟，就太晚了。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2岁以后就按照幼稚园的作息时间来培养孩子的生活规律，到了幼稚园之后就更容易适应了。爱孩子就送他可以陪伴他一生受益无穷的好习惯，所以每个父母都应当立即起而行的示范，才能更优质教养孩子及帮助孩子。大家还有怎样育儿议题感兴趣吗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说，
我一定会把大家的宝贵意见记下来，并制作出更多优质影片，让你和小孩可达到更好的亲子关系。若你感兴趣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固定每星期都有影片更新。